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谈赴山海结局数度哽咽，暗示萧明明归来即永别，粉丝求编剧手下留情。由程毅领衔主演的古装大剧《赴山海》迎来大结局，但观众等来的并非拨云见日的曙光，而是一场由主演亲自揭开的关于双重悲剧的惊天序幕。在近日的专访中，程毅石破天惊地透露，剧组为这部倾注心血的作品拍摄了2版截然不同的结局，但他紧接着用割裂、悲痛这样的词汇来形容，瞬间将所有关于圆满结局的幻想击得粉碎。更令人心悬一线的是他的暗示，剧中2位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萧秋水与李承舟，或许都将走向湮灭的终局。这部剧自开播以来，便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割裂感。一方面，凭借程毅强大的号召力以及原著 IP 的深厚底蕴，其收视率和网络热度始终居高不下，盘踞各大榜单前列。然而，与高热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在普通观众中持续走低的口碑。剧情节奏的拖沓、部分角色人设的魔改以及逻辑链条的瑕疵，都成了观众在社交平台上频频吐槽的焦点。这种收视与口碑的严重倒挂，无疑让播出平台腾讯芒刺在背。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考量，平台方才做出了一个异常果断的决定，火速将由赵露思、陈伟霆这2位顶流巨星联袂主演的现代剧《许我要演空降》播出，意图用一部卖相极佳的硬菜来稳住下半年的业绩大盘。这一商业操作无疑给赴山海的未来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，关于其可能被提前播毕的传闻甚嚣尘上。正是在这风雨飘摇的关口，程毅的专访不仅彻底引爆了观众的情绪，也让我们得以窥见这部剧悲剧内核的真正面貌。风暴的中心首先对准了全剧的灵魂人物萧秋水。这个角色从诞生之日起，似乎就背负了整个江湖的沉重。父母双亡，手足尽丧，一夜之间从云端跌入泥淖，身负血海深仇的他，活着仿佛只为复仇2字。观众跟随他的视角，看他如何在绝境中习得盖世武功，如何在黑暗中挣扎前行。然而，当他站在武力的巅峰，却发现自己已是真正的孤家寡人。这种天煞孤星式的宿命感，本身就充满了浓厚的悲剧色彩。在预告片中，一个萧秋水缓缓闭目的镜头，引发了无数猜测。那是历劫之后的休养生息，还是生命之火熄灭前的最后安详？程毅在专访中几乎给出了答案，他坦言结局争议巨大，而那场戏更像是英雄落幕前的无声告别。他暗示萧秋水最终找到了真凶，却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他的牺牲成为了解开某个死结的唯一钥匙。这把钥匙通往的正是现代人萧明明的回归之路。程毅在剧中一人分饰3角的精湛演技本就是一大看点，而萧明明与萧秋水之间的共生关系更是故事的核心驱动力。作为一个从现代世界意外穿越到武侠小说中的普通人，萧明明起初是抗拒和疏离的，但随着他与萧秋水的灵魂逐渐融合，他开始感同身受地体验着那份彻骨的仇恨与无尽的孤独。程毅透露，剧情中萧明明其实早有机会脱离这个虚拟世界，回到他所熟悉的现代都市，但他没有，他选择了留下，为了替萧秋水的家人复仇，为了给这个被命运无情捉弄的英雄一个交代。程毅用伟大来形容这个决定，因为这意味着萧明明要主动牺牲掉自己过去20-30年的人生记忆与社会联系，将自己的存在彻底献祭给另一个灵魂的执念。然而，故事的残忍之处并未就此终结。程毅进一步抛出了一个极具思辨性的哲学问题：当萧秋水以同归于尽的方式完成复仇，
萧明明得以返回现代，但那个承载了他人生最华彩、最深刻、最痛苦记忆的篇章已经永远终结。那么，你觉得他在回到现实的时候，是活着的还是死着的？这个问题瞬间将这部武侠剧的格局拉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它探讨的是存在的本质。当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被彻底掏空，当他最刻骨铭心的经历化为泡影，即便肉体尚存，他还能否被称为一个完整的人？这不仅是萧秋水的悲剧，更是萧明明在存在意义上的社会性死亡，其虐心程度远超单纯的生死离别。如果说萧秋水的牺牲是意料之外，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悲壮，那么另一位核心人物权力帮帮主李晨舟的结局，则更像是一场命中注定的悲歌。作为原著小说中极具魅力的枭雄角色，李晨舟的霸业与爱情本就交织着浓厚的宿命感。根据温瑞安先生的原著设定，这位权倾天下的帮主，最终的结局便是为情所困，殉情而亡。程毅在专访中的暗示，也印证了剧集大概率会遵循这一设定。这意味着傅山海的最终章将上演一场双雄殒命的惨烈大戏，一个是为大义赴死的侠之英雄，一个是为痴情殉身的世之枭雄。两人以不同的方式走向了同一个终点，共同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江湖挽歌，将全剧的悲剧氛围推向了无可挽回的高潮。面对如此沉重的结局，粉丝们的情感无疑是复杂且痛苦的。在各大社交平台上，关于请求编剧给萧秋水一个好结局的话题此起彼伏。许多观众表示，追剧的过程本就充满了压抑与愤懑，如果最终连一丝光明的念想都不给予，那无疑是对观众情感的巨大消耗。这也正是双结局设置的微妙之处，它像一道摆在创作者与平台方面前的选择题。一版可能是忠于原著精神与悲剧内核的艺术表达，它深刻、惨烈，能引发观众长久的回味与思考；而另一版则可能是为了安抚市场、迎合观众期待而做出的妥协，一个相对温和甚至圆满的结局。